对对对，就是结构是对的。对对对。那关节本身不会动的，所以要靠筋。所以我们讲的筋是包含什么？包含肌腱，包含韧带，包含筋膜这些东西组成起来，这些软组织组成起来。那我们真正讲的筋是什么？是连接关节的筋，由一个关节到下一个关节。就是这个是支点，这是两边。对，因为筋它不是从头到尾一根嘛，它都是由一个关节到下一个关，也就是肌肉的边白色的部分到肌腱，它是跨关节的嘛，它是跨关节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它是一个关节到下一个关节的连接啊，所以只有靠筋来做这样子的连接。那筋能有这样子的连接以后呢，我们的架构刚才讲的由骨骼关节决定的架构，它才有支撑力，它才有支撑，它才会有力量。那我们讲的所谓的整力啊，这种三合力，就是当你的筋能够去稳定、去控制你的关节的时候，你才会有这个力量。力由筋生。一开始的力量，一般的力量是由现在的观念，力量是由什么？由肌肉的收缩产生的。可是我们练的不是，我们练的是力量是由什么？由筋产生的。筋是什么力量？筋是延伸力。所以在西方，他把筋放在肌肉里面来看待，然后他们又是以收缩肌肉来产生力量，所以筋就用不上了。因为你肌肉一收缩，筋就垮掉了。而筋比肌肉长，筋比肌肉长嘛。上次有讲。对，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练筋的伸展。筋的伸展就有什么？就有弹性，因为筋本身就有弹性嘛。你去伸展它，它就产生弹性的。产生弹性，一个关节到另外一个关节产生弹性，你的关节就有开合。当我们的关节有开合以后，你才能讲到什么？才能讲到所谓的转动。否则运动的时候，那个关节没有开，关节在一起压在一起，你不可能去做转动。你转动它就磨，对你转动它就磨损嘛。所以我们是你不管是你要干什么，你要做任何的运动，你只要要动，你的关节必须要什么？必须有空气，关节之间必须有间隙，你才有动的空间，每个关节才有动的空间嘛。如果没有这个间隙，你去动，不管你是练拳还是打球还是任何东西，你的关节就在磨损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练这个？就它是所有运动的一个基础条件。因为老师上次讲阴和阳哈，对，后面这个，我的体会是说，我们本能的东西是从上往下压的，对。但是我们练的其实是从底下往上，身体捧起来，对。它顶起来以后才能够松嘛，要不然的话说虚顶顶进，到底顶什么？对，是从底下顶上来的。对，我们都是在什么？不是讲对抗，但是我们在平衡重力的那个关系。对，啊，否则人不是就躺下去了吗？是啊。所以人的活动其实都是在什么？都是在平衡，或者到后来就是什么借用。好，我请教老师一个，抱歉啊，占大家太多时间。就说那个老师上次给我摸的这一条筋，我觉得对我的那个启发很大。对，我刚刚讲说这个礼拜我都在跟他对话。对，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说，从这个到我的涌泉之间，它的那个路径是什么？你现在先不要讲穴，不要讲脉，不要讲这些东西，就讲筋，就讲筋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筋是我们的
筋带领起来啊，我常形容嘛，筋好像那个电线啊，那个电线要拉起来，它里面有一根钢丝，那个钢丝是筋。那你里面不管是走电流，还是走讯号，还是走任何东西，你这个钢丝拉得越正，拉得越直，它里面的讯号的流动或者电流的流动，它自然就顺畅。所以你不要去考虑那个电流怎么走，你不要去考虑那个讯号怎么走，你把钢丝拉起来，它自然就走嘛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请教说，我从这里到这里，当然老师刚刚上个礼拜有讲说，这边比较复杂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是高低啊、前后转动，那从这个到下面，从这个到这里，那个筋有。我跟你讲，每个关节哈，起码有2条主筋，这个关节它才会平衡，它才会稳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由这个下来，这个筋到什么？到膝关节的这个筋，这还有一个筋，膝关节的主筋，这个筋是循哪里？是循这个上来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每一个都有2个，然后这个下来以后呢，这个下来以后，它循着我们这个肌肉嘛，是不是？这个肌肉的2边，这个你看它循着这个下来，凹槽的地方。对，大概都是在肌肉的，我刚才讲在肌肉的边缘嘛，循着这个下来，有没有？下来以后到哪？到阿基里斯腱。OK， 到这里，从阿基里斯腱才分到脚上去。OK，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我们筋的总会都是到它，这也是一样嘛。你看，这也是一样，到它走肌肉的这一面，这一面下来到这边。OK， 听不懂？这个是主筋，是。所以说废人武功断他脚筋，断脚筋，全身的筋就松掉了。是。啊，但是老师上次讲说是跟我讲这条筋对，所以我 focus 在这里嘛，对，那这边我就先不去管它，就对了，先管这个为主，因为你有了这个以后，你放正了以后这个有了，这个你慢慢就会体会到了。你看，这是不是跟这个相连？其实你自己去摸，你也会摸得到，只是有些比较深，有些比较浅。这个因为臀肌很厚嘛，是这个就会比较深，它到哪里？它到骨盆跟大腿的这个地方来，从这边来，像比方后面，它从这边来，它就接到这里，它就走到背后，你站直，它走到这根筋腰上面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这边又走到哪边？这个筋，这个筋，有体会到吧？肋骨下来到这个筋，然后它又到属膝下来，又接这个筋。所以它是一个整体，是，它是一个整体，这也是一样嘛。手臂这是一根筋，这有一个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有一个筋，对所以当我们侧面的时候，这个筋是走侧面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这个筋到这边，到这边到腰这个筋。然后从这边，它一个走前面，回到跟刚才那个一个走后面，走这个，看不懂？然后这个筋，这也是前面，这个筋呢，这个筋就接到前面的这个筋。所以你有看过吗？我讲人体的结构有6条主筋，围绕着中轴，就是前面2条。后面2条，侧面对，有一集里面有这六条，那它们呢都跟手臂跟腿相连，所以我们把这些筋整合起来以后，全身才能贯穿在一个结构上面，就整起来。所以你没有这个的连结，你的各个关节之间它是分散的，你可以做到同步。可是你不能做到整，所以我第一步先把那个坦克车的那个，对你自己回到家你就去摸嘛，顺着它摸嘛，你就可以摸出来，然后怎么样能够感觉到它，怎么样能够使用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、很基础，但是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，
谢谢老师啊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啊，我根本不去讲那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血脉、气脉都是跟到这个筋走的。这个筋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的那个钢缆一样，其他血脉，因为血脉、气脉在身体里面，它自己站不住，因为它是软的，它是非常软的，它都是依附着筋。你筋撑开了，血脉、气脉就撑开了。那穴道在气脉上面，是不是？你的气脉撑开了，穴就撑开了。所以那些东西不要去管它，因为你的根基的东西没有弄好，你去讲那个没有用嘛。是，是不是树？那个根上来，你去讲那个上面的枝怎么样？没意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谢谢。耽误你。没事。这个是用吸提，这是用吸，这是用吸来带，这是用吸带，哎，啊，吸和化。对，上礼拜这个是吸，用吸来带。因为胯你不能做那个，你给它胯起来是这样子的，胯起来是这个力量，胯起来是这个力量，因为从这边起来嘛，它是这个力量。我这个还是在脚上。对，啊，好，我等一下。所以动作都是什么？动作都是 follow 骨骼结构走的。你的动作如果脱离了骨骼结构的方向，或者我说跟骨骼方向不合的话，这个动作绝对是错的。哎，是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来跟听众学一下。